美康认为，关于乌克兰将获得俄乌冲突胜利的结论难以令人置信。西方到底在赌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随着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区作战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冷冻期，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出了灵魂质问：乌克兰的支持者提出了2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而这2条道路可以说都难以令人置信。那么西方国家到底在赌什么呢？乌克兰的支持者提出了2条胜利的途径，其中一条就是利用西方的帮助，乌军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那么怎么击败俄军呢？要么通过消耗战的方式，要么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第2条路径呢，就是通过俄罗斯国内政局的变化来实现，这就需要战场收益和经济压力相结合了。西方可以利用胜利的战果来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来结束战争，或者呢，说服他圈子里的人强行取代他。那么这些西方专家所提出的这2条道路能走通吗？很显然走不通，他们是绝路。因为几个月打下来，西方发现俄罗斯军队不大可能会因消耗而崩溃，他也不大可能在战场上被乌军所击败。俄罗斯人现在改变了对乌克兰早期尝试的一些战术策略，尽管细节很少，但是乌克兰军队最近在赫尔松地区的反击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惊喜，更没有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相反，乌军受到了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发动的那种缓慢而残酷的攻势的挤压。这种模式会让对手有很多的时间准备防御，但是不大可能给战线带来太大的变化。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乌军在机械化战争中天生就更胜一筹。另一方面，制裁俄罗斯经济也不大可能产生足够的贫困来对普京施加有意义的政治压力。西方可以使俄罗斯人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它可以减少俄罗斯武器装备制造商的电子器件进口来源，但这些似乎呢都不大可能会动摇普京的统治。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充足的能源供应以及许多的其他自然资源，因此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建议，乌克兰和西方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野心，从赢得战争的战略转向更现实的方法，找到结束战争的外交妥协。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方面反而更有谈判的意愿，而泽连斯基政府则态度非常强硬。美国和英国甚至北约都希望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而欧洲大国基本上也被反俄就是政治正确所裹挟。那么西方国家为何仍然不愿意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妥协呢？首先，他们在豪赌俄乌双方能够在战场上形成僵局。就算他们知道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军队，但是只要乌军不在战场上崩溃，那么西方就认为这个局面可以接受。美军可以在阿富汗打20年，那么西方也可以支持乌克兰军队一直以俄军耗下去。俄罗斯对西方制裁的主要办法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短缺所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但是这一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可能矛盾就不那么太尖锐了。比如，欧洲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已经超过了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第二，西方国家目前在豪赌俄罗斯会因为这场冲突而变成一个二流国家。俄军在战场上不会输，但是在外交场合、在经济战层面仍然失分很多。俄罗斯今年的经济有可能会下滑6%左右，而通胀呢将高达17%，这些可都要比西方国家严重得多。而且俄军在乌克兰已经出现了大量使用库存武器打仗的情况。未来乌军有了西方国家支援的重武器之后，还会给俄军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这就是西方所想要的。第三，美国需要这场冲突来绑架欧洲的防务政策。如果说法国、德国等国希望战争停止的话，那么
美国可不希望放过俄罗斯，只有通过地缘政治危机绑架欧洲的防务，才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霸权。第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就没有放弃乌克兰的可能，因为输不起。也就是说，西方可以接受乌军战败，但是不能接受泽连斯基投降，这在意识形态层面就输不起。所以，俄乌冲突现在对西方来说就是一场不可能赢的豪赌，其核心目标已经被美国所绑架，成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一个机会。这对很多国家所追求的多极世界而言，可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